但这里有一个 bug， 就是潘博文到了 B 宇宙会和已经存在的潘博文撞衫。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今天咱们讲一讲热搜排行榜上的榜眼潘博文。前两天就看到了有人整出来了醒目的大题目潘博文，当时我根本没往心里去。今天准备文案时聊了一眼网络，突然崩溃了。全网热搜排名比飘哥还高，这还了得？原来是真实生活当中的平行宇宙穿越事件，这是咱们频道的强项啊！这么大的事件，飘飘然不可能不播出的呀。况且我们频道的观众怎能被与时俱进的今天落下呢？要不然有人会说，飘哥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吗？ Oh my god， 嗷嗷的自嘲，这是在赶别人家的猪拱自己家的园子，充分的体现了飘哥的与众不同。咱们飘归正传，就是后知后觉也要补上这一课，看过的小伙伴们可以绕道啊，但是飘哥就是实话实说，咱们有咱们的硬货。先来看一看事件的经过。2019年的8月，知乎上出现了一个匿名文章，不存在的同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刚开始热度并不是很高，但随着人们的好奇，热度逐渐升温，直到最近上了热搜，而匿名作者也浮出了水面，笔名是横锦卧石，听这名字就是有水平。在2021年的2月还发出了最新的澄清道歉事件。一篇网文为何引起全国关注，还要道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原始的推文当中，横锦君，请允许我这么称呼，这是他的笔名的缩写，写了一个他以第一人称的故事，而且整个的篇章中的口气就是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事件。为了方便讨论，咱们还原一下故事经过。横锦君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上海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和维护人员，也叫码农。在2019年8月18日的那一天，他又想起了他的那个高中同学，名叫潘博文。自从2013年4月25日发生那件事情之后，就人间蒸发了。但他深深地怀念着潘博文。那是在天津塘沽中学的时候，高3的学习压力很大，距离高考还有43天。而最后的一节高3的体育课上，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打羽毛球。这个很正常的安排，在天津甚至在东北，人们都喜欢在户外打羽毛球。有人质疑故事的真实性的，那么就是当日的天气是否适合打羽毛球。老飘为了还原事情的真相，查了当日的天气和风速，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的天津的天气是天气晴朗，温度22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这个温度非常棒，适合打羽毛球。然而这个西北风4到5级就会让人感到怀疑，说风太大，不适合打羽毛球。咱们再搜一下，这里的4级叫做和风，5级叫做清风。其实在有建筑物的旁边是可以打羽毛球的。好的，我们同意这一点，再往下进行。当时是4个同学，作者横锦君，同学小温，还有 L 君，还有潘博文。他们选的地点很适合打羽毛球，在废弃的宿舍楼边上，正好用楼来挡挡风，还有阴凉。几个人打得正酣的时候，潘博文一个斜线杀球，啪嗒一下，羽毛球掉进了宿舍楼地下室的窗子夹缝里，只有到楼里才能拿得出来。如果是一般的球就算了，但是当时用的是 Unix 专用羽毛球，一个球顶2顿饭钱。于是几个人决定去捡球，但是看了看满目疮痍被遗弃很久的宿舍楼，尽管在近中午的大太阳地儿里，也感到有一种阴森。几个人壮着胆子想碰碰运气，就去了楼门口。幸运的是，
楼门平时是锁紧的，但今天却没有上锁，因为球是潘博文打进去的，他就自告奋勇。而都是老同学交情深厚的横锦军自然说一同陪网，而 L 军这时也因为想探险好玩，也要一起去，于是就让小温在外面看着球拍，3个人一股脑的走了进去。当走进楼里，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油然而生，左右墙壁上的住宿规定以及远处卫生间的尿氨和发霉的味道弥漫着整个的空间。他们走到了阴暗角落的楼梯间，去往地下室，而黑乎乎的四周偶尔看到阳光从某些狭缝中射进来，而楼道上堆积的横七竖八的桌椅让人感到发怵。当时虽然有些打退堂鼓，但是还是相互壮着胆子，费劲巴力的从桌椅中穿行过去了。当他们到了下面的一个水泥平台时，大气儿也不敢出。正在辨认方向的时候，突然潘博文发现他的钥匙不见了，说是可能掉到了楼梯上了，要回去拿。而这时的横锦军和 L 军就朝着一个有光亮的小门摸索走去。本想着到了光亮的小门就能够辨认出方向了，可就在那个时候，他们怎么也到不了看似很近的发光的小门。他俩开始紧张害怕，进而出现了恐惧。情急之下，横锦军说了句朝光跑，于是他俩就拼命的朝光跑去。记得飘哥多次提到的神秘的姥姥吗？在我小的时候，如果中午12点左右出去玩，姥姥总是叮嘱不能走太远，中午有拍花的。姥姥并不知道什么是平行宇宙，但她知道在中午强光下，小孩子会突然消失不见了。所以从小到大，我都非常的打怵一个人在大中午的时分走在钢筋水泥的空旷地方。这时的横锦军和 L 军朝光跑了不知道有多久，终于在尽头看到了一个楼梯，2个人连滚带爬的从楼梯上走了出去。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地下室里待了多久，因为出来后他们看到学生们都已经中午放学了。2个人没有心思吃中午饭，经过惊心动魄的逃命之后，气喘吁吁的就回到了班级。进班看到小温，就拿回了自己的拍子，还问了一句：潘博文的拍子呢？小温莫名其妙的回答，彻底的让横锦军蒙圈了。小温一脸疑惑的说：潘博文是谁？横锦军和小温经过激烈的辩驳，仍然没有结果。直到最后，小温也一口咬定自己从来不认识潘博文。于是横锦军就想自己去潘博文的班里去找他，路上正好碰到了 L 军，而 L 军的反常表情也让他无言以对。L 军告诉他，这里的每个人都说从来不知道有个叫潘博文的，而且他们都说 L 军疯了。横锦军听到这个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查看了宿舍楼。当他到了楼门口的时候，发现楼门是紧锁的，和他们去捡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当时就腿软了，坐到了地上。后来的横锦军和 L 军的处境大家是可想而知的。班主任下午宣布，隔壁班有个同学因为高考压力太大，被家长接回了，那就是 L 军。而横锦军整个的一个下午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一放学就去查看体育课的花名册，在花名册上就是找不到潘博文的名字。而回家的路上发现从来都续航良好的手机突然也没电了。到家后打开电脑，发现 L 军因为扰乱群规，一直追问潘博文，被踢出了群。同时 L 军还给横锦军
发了100多个信息。最为诡异的是，当手机充完电恢复屏幕之后，竟然闪过1970年1月1日11点52分。他的相册大部分内容都损坏了，他还拿到了手机店去修他的手机，说是陀螺仪损坏。而潘博文这个人就像是从来不存在一样。横锦军还找到了年级的花名册，而他记得的潘博文的学号，但他找到了整个的班的花名册，就是没有潘博文的。似乎因为潘博文的不存在，全班的学号都前移了一位。而后还因此被当医生的姐姐带去医院检查，结果是高考压力太大，需要休息。就这样，他在浑浑噩噩中参加了高考，本应该上天大的，但去了西南的一所211。L 君从211的水平落到了天津理工，后来听说去了澳大利亚。而他记得的好朋友潘博文，小学在新港4小，初中在塘沽2中，生日是1996年的8月18日，喜欢徐亮的歌，是泰达队的球迷。但是横锦军就是证明不了潘博文的存在。他们还一起约好的高考后一起玩伊苏4塞尔塞塔的树海。据横锦军回忆，他和潘博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初中时都是英语课代表，初3时都是他陪着潘博文去哲小公交站等107，然后再回家。潘博文的家住在北仑里，中考后的暑假去过他家，虽然不记得具体的门牌号，但依稀记得有一块新港路大队的路牌和10分高的电线杆。有人说横锦军应该去找他的家，但是横锦军讲他就是记不起门牌号了，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横锦军说他的家是一室一厅，父亲在国企，母亲在中原百货卖化妆品的，还送过横锦军的姐姐一套迪奥的彩妆。而且他还讲述了他和潘博文很多的接触的细节，包括还在11年的清明节那一天去泰达足球场看了场泰达队对墨尔本队的比赛，最后结果是1-1平。最让人觉得诡异的是，自从他和 L 君出来之后，发生了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他现在工作中要用到的拉格朗日差值法，不知为何自己就会了，而同事们却要自己到 GitHub 上去学习。塘沽的地铁站少了几站地，他说他记得天津地铁站9号线中间的几站是塘沽、车站北路、远洋城、中心庄、钢管公司，而不是现在的塘沽、胡家园、中西村、钢管公司。再后来和 L 君联系过，想找回潘博文， L 君的回答是都不愿意提，咱也就别叫唤骂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潘博文同学就这样人间蒸发了，而且人们都不记得他了呢？网上网友们的脑洞开始了，就着网友们的脑洞和作者的意图，我们来分析一下，哪个你觉得更可信？首先，我们简单分一下类，有利于分析且不混淆。我们说我们的宇宙 A 宇宙，平行宇宙 B 宇宙，潘博文等于 PAN 潘，横锦军和 L 军等于 HL。 案例情况1， A 宇宙的潘博文穿越了，这是整个故事给人的第一印象。3个人进地下室，2个人回到了 A 世界，潘博文不知去向，要么人间蒸发，要么穿越到了 B 世界。如何解释呢？因为2个人 HL 因为在地下室受到了记录屏蔽保护，带着记忆回来了，所有其他人都被宇宙纠错机制抹去了记忆，所以出现了只有他俩认识并记得潘博文，包括小温在内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过。结果 HL 被认为是精神病。但这里有一个 bug， 就是潘博文到了 B 宇宙会和已经存在的潘博文撞衫，所以
它不能穿越，只能是被消失，或者在原来的平行宇宙 B 里就没有潘博文。这样加入了潘博文之后，他在寻找 HL， 但是其他人都不记得，所以潘博文在 B 宇宙被认为是精神病。这是本故事的第一眼的感觉，而且很多人就停留在这里了，说是潘博文因为学习好被 kick out 了，英文课代表不好当啊。那么案例情况2， B 宇宙 HL 两个人穿越到了我们现在的生活的 A 宇宙，但是潘博文并没有穿越，他留在了原来的 B 宇宙里，等他们从地下室出来。这里对于 HL 有2种情况。情况1，在我们的宇宙里本来没有他们2个人的，但是他们由于宇宙纠错机制，把他们2个人加入了我们这个世界 A 宇宙的记忆和生活。但是因为当时在地下室受到了保护机制的保护，致使部分记忆没有被抹掉，因此他一直记得 B 宇宙的潘博文和他们一起打球。结果 A 世界 HL 被认为是精神病， B 世界潘博文被认为是精神病，因为只有潘博文记得 HL， 其他人都被抹去了记忆。这个似乎合理，但也有个 bug， 就是小温。这时候小温派上用场了，因为他拿回了3个球拍，所以 HL 在 A 世界必须存在，这就引出了另一种情况。插一句，这个第2种情况是作者横井君原文比较喜欢达到的状态，就是单纯的自己和 L 君从 B 宇宙穿越到了 A 宇宙，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单纯的存在有 bug。 那么第3种情况就是相互的穿越，就是 A 宇宙的 HL 和 B 宇宙的 HL 同时到了地下室，在时间交错点上发生了交错，即量子态。于是当他们都朝着光跑的时候，互相进入了对方的宇宙。进入咱们宇宙的他们记得原来的潘博文，但 A 宇宙事实上没有潘博文。结果所有人都说 HL 精神病，而在 B 宇宙的 HL 不认得潘博文，但其他人都认得潘博文，潘博文也不认识 HL， 结果仍然是 HL 精神病。结果是 HL 无论如何都会被进入的宇宙当作是精神病，而潘博文如果存在并穿越到 B 宇宙的话，也会被认为是精神病。那么这里需要澄清一点，就是是否在平行宇宙的概念当中存在着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平行宇宙中有潘博文，而另一个宇宙中没有潘博文。根据现代的量子力学研究，还要找到平行宇宙的来源，最直接的解释就是薛定谔的猫。当观测者向盒子里看时，波函数本身会坍塌，整个的世界分裂成它自己的2个版本，这2个版本在其余的各个方面都是完全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其中一个版本当中原子衰变了，猫死了，而在另一个版本当中原子没有衰变，猫还活着。前述所说的原子衰变了，猫死了，原子没有衰变，猫还活着，这2个世界将完全相互独立平行的演变下去，就像2个平行宇宙一样。量子过程造成了2个世界，这就是埃弗雷特前卫的多世界解释。平行宇宙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人类的现在的认知是可以存在这种平行宇宙的差别性的，也正是这种差别性才导致了多重宇宙存在的现实。 Oh my god， 嗷嗷狠，这也不是我们随意编造出来的，其实先知们早就想到了类似的这些故事。好莱坞1939年的贺岁片It's a Wonderful World， 中文叫精彩环球，
讲述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不存在了，那么他身边的人和事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一个平行宇宙的设想应用，在好莱坞里实现了。这就难怪有科学家说，在科学史上，多宇宙解释无疑是目前所提出的最大胆、最野心勃勃的理论。这件事也充分地反映了现代人类的知识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知识量是海量，因为平行宇宙是仅仅70年前才开始被人们逐渐的接受的设想。当时的爱因斯坦刚刚提出了扭曲空间的假设，并提出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和不可分割，而平行宇宙也就是在当时的科学巨匠，包括特斯拉在内的情况下所发展起来的。潘博文为啥这么火？不是因为他的鬼灵异，而是因为他的烧脑。这么烧脑的理论，看过飘飘然的潘博文，你们都是科学巨匠的坯子。如果你们穿越到了 B 宇宙，你们就是那个宇宙中的薛定谔或者是爱因斯坦。那么刨除平行宇宙的观点，站在另一方的网友坚持说故事是捏造的，并且从故事本身试图找出很多的漏洞，并且讲作者本身也出面澄清了，并自称是双向情感障碍的妄想记录，并称是类似于佛家所说的桃帕，将潘博文当作是幻象中的伙伴。桃帕中文翻译为猪八，也叫塔尔帕，是神秘主义中的一个概念，是通过精神力量创造出来的存在或者是物体的超自然现象，源自于西藏和印度的佛教。现在科学引用它为头脑中虚构的朋友。有一个著名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纳什，唯一一个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方面的工作获得阿贝尔奖的人，他就具有双向情感障碍。然而他的成就也是世人所瞩目的。后来他的传奇人生被好莱坞拍作电影，叫做 A Beautiful Mind 美丽心灵。有些人说最近出现了潘博文的账号，抓住这个不放，认为这是作者害怕露出马脚，所以想试图掩盖，所以最近的账号被冻过。这个在平行宇宙的框架下也是很好解释的。既然平行宇宙上有纠错机制，那么就一定存在着一些被漏掉的错误，就像是曼德拉效应一样。其实总结一下，大家对此也不必太过担心或较真儿。是杜撰，我们则认为他写的太好太真实。而当年的韩寒不也是一样吗？一个中学生写出了玄乎的三重门，轰动全国。如果确实是穿越，那就更好。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一个只有我们的世界，是不是有点太孤独呢？最后对作者横井卧石表示敬意和几句心里话。如果你是亲身经历，你填补了世界的空白，神秘界需要你；如果你是杜撰，你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科幻界需要你。如果你想合作，你就来吧，世界一定容得下你。无论如何，你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名垂千古一双赢。好的，今天就飘到这里，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Joy and Peace。